长颈鹿巨锹墓穴组最近终于开始陆续做勇士和化蛹了，不过没想到会遭遇到出乎意料之外的大翻车，状况有点离奇。目前我也完全不知道为何会这样，一起来看看到底怎么了吧。长颈鹿巨锹墓穴组的工虫最后一次换墓穴的日期是在3月10日，然后大约在4月底终于发现第一只幼虫盖勇士。这里我要先说一下墓穴组的结论吧。我这批长颈鹿巨锹用墓穴饲养的结果，体重非常显著的比菌品组重很多。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菌品组工虫的末重介于31到40克，平均体重为 37.6 克。但墓穴组工虫的末重介于44到55克，平均体重为 51.6 克。不用统计分析也可以看出，用墓穴饲养的幼虫体重显著比菌品组还重。这里要再提醒一下，菌品组是用宽口云芝饲养到底，并未用其他菌或大容量虫鸦菌饲养，因此结论并不能说长颈鹿巨锹用墓穴养一定会比较重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会再测试用大容量虫鸦菌是否能提升长颈鹿巨锹的表现吧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菌品组的幼虫期约8个半月，而墓穴组的幼虫期却长达15个月左右，真的非常惊人啊！所以啦，用菌品饲养长颈鹿可能反而是一种权衡的好方法，短短的饲育期就能养出破百个体，真的又快又便宜。但如果要拼极大，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用墓穴咯。然而，就在我期待许久的长颈鹿墓穴组工虫终于开始造勇士后，却莫名其妙开始了一连串悲剧。当我兴高采烈挖出一只前蛹，准备拍摄它的化蛹缩时摄影，却拍到了它黑化的过程，画面有点恶心，不想看的人请直接跳到1分钟后吧。就这样折损了一只末重55克的幼虫，实在心痛。也许是我打扰过度了，结果经过一段时间，我发现这个结论可能不太对。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我要将化蛹的个体挖出来看看，先来挖这一只吧。其实这一只我发现它化蛹的几天后，它的右边大颚出血并且发黑了，难道是自己卡到勇士造成受伤？你看，这边牙里面的体液完全流干，只剩一层膜，它也已经不会扭动了，应该已经回天乏术了。接下来看第二只，这只一样刚化蛹时是完美的，但也是在几天后发现它的左后足出血黑掉了。你看，左后足完全瘪掉，右后足也开始发黑了。虽然它目前应该还活着，但未来大概还是会黑掉吧。再来看第三只，
这只大约是在前几天化蛹的，所以现在非常软。拿出来了，你看，它的头部有个出血点，而且也可以看出它的牙严重畸形。它可不是因为戴面具造成的畸形，而是天生的。它的腹部已经发黑了，所以应该已经凉了。另外还有2只死在前蛹，里面应该很恶心，我就不挖了。这是剩下最后2只前蛹，也是墓穴主最后的希望了。当然，在这种不寻常的折损下，我不敢对他们期望太高了。这集应该是长颈鹿巨锹分组实验的最终章了，让我们边回顾菌品组的表现，边做结论吧。整体来说，应该是墓穴组可以乐胜菌品组，但完全没料到最后墓穴组居然会大翻车。没想到最入门款的长颈鹿巨锹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，实在太不可思议了。这种整批异常出血的状况我没遇过，墓穴湿度我认为没有出错。从过去挖前蛹的经验来看，应该也不至于过度打扰。仔细想想，这批幼虫的菌品组也是有一只在化蛹时异常出血，虽然其他个体是正常羽化了，所以这到底是什么事啊？我感觉可能是这批幼虫的基因有点问题，好像是蛹皮太薄了，化蛹充血后在扭动时就爆掉了。菌品组的蛹体型不大倒还好，墓穴组养大了化蛹就爆掉了。这是我的推论啦，虽然很荒谬，但却是我唯一能想到的理由了。不知道你认不认同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和经验哦。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观众请记得按赞、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